诡异降临，重度恋爱脑的我被卷进了恐怖副本，成群的鬼物在瞬间锁定了我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染血的诡异身影骤然显现，仅仅是一挥手，满场诡异便灰飞烟灭。面对一身血衣的诡异，我直接星星眼。老公，你穿喜服是要来娶我吗？诡异红了红脸，把我逼咚到墙上。老婆，我愿意。我操！其他玩家极限求生，您搁这相亲呢？欢迎来到玫瑰山庄。玫瑰山庄已经许多年没有玫瑰绽放了，人们说受到了诅咒。副本人数11，难度等级 S。任务：让玫瑰山庄开满玫瑰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自己身处一间华丽的卧室，而我脚下还踩着什么东西，软软的。我低头一看，吓得一蹦3尺高，一个男仆打扮的少年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还印着我的脚印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大小姐。居然抽到了大小姐的身份卡，凉凉了！还有人记得上一个大小姐的死法吗？我记得，那个玩家直接被男仆手撕5整分了。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少年会变身手撕人类的诡异。此时此刻，我的紧张和局促全都是因为另一件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，大小姐，客人们都在大厅等您。客人？我想起之前系统声音说过，这是一个多人副本，难道其他玩家就是客人？大厅里，其余10个玩家果然都在那里，而且已经分好了队。见我跟在林身后出来，一个个都跟见了鬼一样。你也是玩家吗？为什么跟我们的刷新点不一样？一个穿花衬衣的男人站了出来。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，任务是让山庄开满玫瑰。你既然是大小姐，一定知道些什么特殊的信息吧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你身后那个小白脸儿……他的话没有说完，他的头颅就被林一脚踩爆，林浑身是血，原本帅气的脸上生出了无数只复眼，冰冷地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林的真身仅仅保持了1秒，立刻恢复了之前那副美少年的样子。他将肌肉男的胸肌捡起来，2下揉捏成肉团。这里的肉最有嚼劲了。大小姐，还有各位客人，请恕我先告退了。美少年浴血的画面太有冲击力，看得我的心砰砰乱跳。眼前的血不是血，而是代表我爱意的玫瑰花。不对，我听到其他玩家的惊叫声，终于意识到我看到的不是幻觉，肌肉男的血流过的地方真的开出了玫瑰花。就是让你们自相残杀啊！没有一刻为死去的肌肉男感到伤心，现场玩家都为找到了玫瑰而欣喜若狂。可是玫瑰太少了，一个人的血量根本养不出开满整个山庄的玫瑰。每个人都想到了这一点，刚刚分组的联盟都不复存在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总有刁民要害朕的警惕。大家先去房间里整顿休息一下。山庄很大，足够1人1间房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队友偷袭。来了，激动人心的选房环节，这就是选房间选死法啊！哎呀，我最喜欢3号房那个长发姐姐了，腰细腿长，关键是杀起人来也太干脆利落了，好爱。我投1号房1票，那里的死法才叫艺术。争个屁呀！再凶，能凶得过大小姐房里那只终极诡异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全员给这位倒霉的大小姐点点蜡烛。我并不知道观众已经给我点了1排蜡烛，我觉得大小姐的房间还挺好的，比我现实里住的舒服多了。我大字形瘫倒在床上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我的身体在下陷，无数藤蔓从床上涌起来，一点点的淹没我的口鼻，我越是挣扎，身体下陷得越快。这时耳边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我的视野里撞入一片猩红色。来了，副本最强诡异血衣狂魔。在濒临窒息的时刻，我艰难地掏出了手机，将它举到了半空中，咔嚓一声，然后眼疾手快地将照片设成了屏保。红衣美人，肤白胜雪，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觉得我又恋爱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告白。宝贝，你穿喜服是要来娶我吗？这是我的遗言，我想过一把嘴瘾，然而我身上的藤蔓忽然停止了缠绕，我趁机大喘气了一下，然后就看到血衣男弯下了腰，将脸贴在了我的脸前，我呼吸的热气扑在他的脸上，竟然将他的脸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绯色。是什么？我想起自己刚刚的遗言，差点一口水呛死自己，所以他答应了我的求婚。呵呵，这是恐怖副本吗？这是恋爱游戏吧？这个副本改名吧，叫恋与玫瑰。也许是观众的怨念太深，门口真的传来了动静。我是不是来得不巧？大小姐。林缓缓走进房间，反手带上了门。他看都没看我，目光直直落在江宇身上，脸上的笑容没变，语气却冷得像冰。少爷，您虽然和大小姐有婚约，但是你们还没举行婚礼，您不该来她的房间。我猛地瞪大了眼睛，婚约？什么婚约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个诡异未婚夫？江宇周身黑气环绕，瞬间显露出诡异真身，房间周围也开始冒出诡异的黑气。林第3只眼也睁开，散发着诡异的红光。我被林和江宇的诡异气息控制在原地。鬼域展开，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穿着红色寿衣、拿着花圈的诡异人影。冥婚已经准备好了，老婆，准备好享受新婚之夜了吗？冥婚已经准备好了，老婆，准备好享受新婚之夜了吗？
我想再多问一点信息，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。恭喜玩家解锁隐藏任务，消失的新娘。玫瑰山庄本该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为此整个山庄都铺满了玫瑰。可是钟声响起，新娘却没有出现。任务：找到消失的新娘。隐藏任务，我第一次见有人触发这个副本的隐藏任务。消失的新娘，难道是逃婚了？我看就是新娘跟这个小白脸男仆私奔了。搬好小板凳，准备吃瓜。在临说话的时候，江少爷血衣上的血丝就像活过来了一来，在整个房间里游动，刺得人眼睛生疼。林也不笑了，脸上的不眼都出来了，瘆人的很。我夹在中间，看哪边都眼睛疼，干脆眼睛一闭，将两人拉到我的身边，3个人头挤着头拍了一张合照。干脆眼睛一闭，将两人拉到我的身边，3个人头挤着头拍了一张合照。大小姐说笑了，我只是仆人罢了。哼，还没过门呢。如果他血衣上的血丝没有摇得那么欢快的话，也许我真的会信他不喜欢这张合照。弹幕此时飘过，这样也行，3个2只诡异变成我狗，姐姐出本恋爱之哪吧，我买爆。灵，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？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许多。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客人正在等您过去用餐。餐厅里玩家只剩下了3个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状态糟糕，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。花衬衣男也在其中，身上的血都没有洗掉。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份牛排，3分熟，轻轻一碰就有血水往外冒。我看得心惊胆战，生怕我也要吃这份可疑的肉。灵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，轻笑了一声。大小姐自然是和他们不同的。这区别对待也太离谱了，这真的是 S 级死亡副本吗？我感觉到了官方的恶意狗粮。这就是超能力的威力吗？不，这是恋爱的威力。我拿到了正常的食物，就在我准备用餐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句斥骂。婊子！错愕地看向声音的主人花衬衣男，结果他看起来比我还惊讶，疯狂地摆手。不是我没骂你啊！在他解释的时候，更多饱含恶意的声音从他的体内冒出来。婊子，都是你害了我们，去死吧，去死！不知什么时候，花衬衣男身上的斑斑血迹变成了一张又一张的嘴，他们一张一合，怨毒地对我吐出那些诅咒。到最后，花衬衣男本人也开口骂我。婊子！恶狠狠的，我干啥了？我不就是吃了一份不一样的饭吗？被污染了，没救了。他是通关过3个副本的老玩家，我以为他能扛得住精神型诡异呢。哈哈哈，整个山庄的护着诡异都恨大小姐，她死不定会死吧？笑死！你们没看过之前的直播吗？最恨大小姐的就是她的男仆和未婚夫啊！花衬衣男死了，在他喋喋不休地骂我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开始变扁扭曲，很快就变成了皱巴巴一小块肉，最后砰的一声炸开，整个餐厅都开满了玫瑰花。这一幕太诡异了，其余2个玩家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我也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。灵弯下腰，摘下了一朵玫瑰花，插在我的头发上。等山庄里开满玫瑰花，大小姐，您就可以和江少爷举行婚礼了。最盛大的玫瑰婚礼，我不会让您再像上次那样消失。灵的话很诡异，可我不在乎，因为他给我插花的动作很温柔，样子很帅，跟之前那个江少爷帅的不一样，但是是一样的帅。我一定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对2个男人动心的女人吧？我控制不住的抓住了灵的手，我等不及了。一个人体内只有4000毫升血液，就算我们11个玩家都死光了，也开不满一个山庄的玫瑰，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你就是最美的玫瑰花，有你在，所有的花都黯然失色。灵的眼珠颤动了一下，看的却不是我，而是我身后的位置。我身后有什么东西吗？我心里一抖，下意识想要回头，但我没来得及，一双冰冷的手从背后抱住了我，将我冻得一个哆嗦。我名义上的未婚夫贴在我的脸侧，轻声呢喃：“她是最美的玫瑰花，那我是什么？”灵的视线从江少爷的胳膊挪到我的脸上，似乎很好奇我的回答。江少爷不耐地啧了一声，搂住我的胳膊，又收紧了2分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把我勒成2半。我的身体在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兴奋，独属于恋爱脑的兴奋。我失去了思考能力。她是纯洁的白玫瑰，你是娇美的红玫瑰，你们2个都是我的翅膀，所以去练武室打一架吧，就当是为了满足我的幻想。打是没有打起来的，江少爷往我头上插了一朵玫瑰花，就和灵一起不见了。我顶着一朵白玫瑰和一朵红玫瑰，遗憾地回到了房间。房间里幸存的2个玩家都在等我，他们说他们找到了完成任务的办法。不可能，我是恋爱脑，不是傻逼。就算全部玩家死光了，血也不够开满一个山庄的玫瑰。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做任务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，及时享乐才是真的。可是高个的那个玩家抓住了我，我记得这个高个玩家叫方宇，和我一样是新手。我们的血不够，可是加上诡异的呢？难怪被刺激疯了。你也知道人家是诡异，你顶多再加上你旁边的小妹妹，你们打得过诡异吗？方宇的声音发颤，眼神里透出一股不正常的兴奋感。我们不行，但是你可以，你一定可以，你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你看我们找到的信息。方宇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，整座山庄有很多的画框，可是画框都是空的，里面没有画。这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张画，画已经存放很久了，纸张有些发脆发黄，很多线条都模糊了，像是被人摩挲过很多遍。上面画的是我，这是我的肖像画，
我第一次看这个副本直播，之前大小姐 S 的肖像画也和扮演玩家一样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之前大小姐的肖像都是涂黑的，会不会因为她触发了隐藏任务？我看到画的时候，本能吓了一大跳，画得太像了，连我喜欢挑眉的小习惯都画进去了。乍一看，我还以为自己在照镜子。不过我们现在在诡异的世界，出现什么都是正常的吧？不，你是不同的。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妹妹忽然抬起头，小妹妹是方宇的妹妹，叫方田，肖像画就是她找到的。她说这个副本里每个玩家都有身份卡，上面记录了玩家的身份和性格，一旦扮演违背人设，就会被诡异攻击。大小姐身份卡是必死牌，就是因为没有写性格，一开口就崩人设。对，我记得上一个大小姐就说了一个我字，然后被嘎了。所以大小姐的人设其实是恋爱脑，难道不是鱼塘鼠吗？方家兄妹轮流上阵，吹捧我是电是光，是副本里唯一的奇迹，劝我利用身份优势杀诡异救苍生。你们不能违背人设行事，那你们跟我说这些就不怕违规吗？方宇和方田对视了一眼，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卡，上面有一行黑字：大小姐是我们的神。但是这行黑字被血迹涂抹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粗更大的字迹，写字的人似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。方家兄妹认为这是我能杀诡异的提示，可我总觉得那行字另有乾坤。我一边想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山庄的后院。后院有一个小池塘，鱼的状态极差，鳞片脱落了很多。我只多看了一眼，背后就传来了一股大力，整个人跌到了水里。池塘看起来不深，掉下去后却深不见底。更恐怖的是，鱼群见我掉进去，不仅没有散开，反而越围越多，怨毒地看着我。都怪你，杀了你，你该死！我努力睁开眼睛，想看一眼鱼群骂人的奇景，结果看到的却不是鱼，而是人。他们穿着粗布衣裳，脸上、手上有的红色斑疹，手上拿着棍棒，神色疯狂地朝我挥过来。一代海王，小池塘翻船，惨！能被山庄的诡异联手坑，死也算是死得有排面了。我下意识地偏头，头发上的红玫瑰忽然掉落，在水里散成了一缕一缕的血丝，鱼群尖叫着散开，而我眼前一花，血丝缠住了我的腰肢、脚踝和手腕。恢复自由的时候，我脱口喊出了一个名字：江宇。粼粼波光之下，我未婚夫的眼眶比身上的血衣更红，他深深地看着我，好像随时要哭出声来。你还记得我的名字？对啊，我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？明明领旨叫过他江少爷啊！我想要琢磨一下，身体却不允许，直直地晕了过去。刚刚怎么黑屏了？有什么是我尊贵的 VIP 客户不能看的？有谁知道妹宝怎么得救的吗？天杀的系统，你有本事黑屏，有本事回放啊！等我醒过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脖子上多了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红斑，有点像吻痕，8成是江宇那个王八蛋留下的。光天化日顶着吻痕出门，有点刺激了，我得找点粉底液盖一下。结果我正找着呢，林就进来了，还一眼就看到了我脖子上的吻痕。大小姐，林脸上的笑容跟 AI 合成的一样，呈现一种虚假的美丽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下意识倒了一下脖子，我想找粉底液盖住这些，你懂的。为什么要遮住呢？林帮我理了理颈后的碎发，语气温柔。明明这么漂亮，等下这个语气，难道我脖子上的吻痕是林留下的？我瞪大了眼睛，刚要说话，突然注意到林的脖子上似乎有同样的红痕。不是吧？我眼疾手快，扒掉了林的上衣。林的身材很好，肩宽腰细，8块腹肌。最要命的是，这样完美的躯体上多出了许多红痕，又爱美又诱人。这些是我留下的？原来我昏迷的时候这么狂野吗？林垂下了眼眸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自己恐怕错过了几个亿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知道，要不我们重来一次？重来？林的声音在发颤，失策了。诡异的身子可能比较虚，经不起连续作战。如果你累了的话，那我们就下次再约。不，我只是以为你会想要等江少爷来了再重来。3人行会不会太刺激了？我还是个新手呢。我觉得现在这种事还是2个人比较好。我的脸烧得厉害。那什么，先易后难，循序渐进。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？车轱辘从我的脸上压了过去。午夜档，好耶！林低下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弯下腰去看他的脸，才发现他居然哭了。他的眼泪连成一条直线，珍珠串一样的落下来。他的声音在发抖。大小姐，别看我。林的眼睛很漂亮，里面盛放了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大小姐的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富家大小姐被家人送到这里养病，结果遇上了瘟疫。得了瘟疫的人身上会长出红斑，放任不管的话，红斑会扩散、溃烂，变成畸形或残废，最后死亡。不过他们往往活不到病发身亡的那一刻，因为从他们身上出现红斑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会被村子里赶出去。至于赶出去后是饿死、冻死，还是被官府抓去烧死，没人在乎。可是大小姐在乎，她收留了那些患了瘟疫的人，将他们藏在了山庄里，哪怕自己也因此染上了瘟疫。在大小姐的庇护下，这些病人大多活了下来，他们身上的红斑还在。大小姐说看着像玫瑰花瓣，还让人在山庄种了很多的玫瑰花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叫玫瑰山庄了。玫瑰山庄的人不能外出，因为一旦官府看到他们身上的红斑，会为了预防疫情扩散，放火烧掉这里。玫瑰山庄的人
不愿意外出。外面有什么好呢？外面没有大小姐这么好的人啊。诗经里说月娇，玫瑰山庄就是大家心中的月娇，不会有比玫瑰山庄更好的地方了。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呢？因为大小姐救了一个人，因为大小姐爱上了那个人，那是个交金的小少爷，两人订了婚约，约定好永不相负。可是小少爷说自己要回家一趟，跟父母拜别，才能来迎娶大小姐。大小姐不顾众人的反对，答应了小少爷的请求。在小少爷离开的第7天，官府举着火把包围了玫瑰山庄，玫瑰山庄陷入了一片火海。火海中，那些曾被大小姐救下的人崩溃了，他们觉得是大小姐带来了这场灾祸，于是他们对大小姐举起了棍棒和锄头，生生地打死了大小姐。而他们曾经视若神明的大小姐死的时候，还穿着嫁衣。那一天本该是她的婚礼，她欣喜地穿上了自己一针一线缝起的嫁衣，那件最后变得血淋淋的嫁衣。系统提示音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，隐藏任务完成，获得特殊道具血加衣。我看着那件被砍得七零八落的嫁衣，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。大小姐，林的声音再次响起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害怕。您还好吗？我深吸一口气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当初我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对啊，这个林看起来很强啊，他当时在哪儿？他该不会是加入敌军了吧？楼上闭嘴啊！难道要我买的主播骨跌停吗？反正未婚夫骨是贴士了，斜眼笑。弱弱的问一句，谁还记得这 TMC 是个恐怖副本？林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不敢说，那我来替你说。你当时在我心里。弹幕卡住了3秒钟。我就知道不能以正常人的逻辑来推理这个女人的行为。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。恋爱脑禁止玩恐怖游戏，系统听到了没有？尸体有点不舒服，先下了。我是发自内心的，大小姐的过往很悲惨没错，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又何必跟眼前人跟我自己过不去？我伸出手将林从地上拉起来。开玩笑的，不管你当时在哪儿，我相信你都有自己的理由，我不怪你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大力扯进了怀抱，下巴撞在林的锁骨位置。我在你的隔壁，可我已经吃了毒药。别人强塞的，我自愿的。我不想看到你嫁给别人，所以我了结了自己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主播不爆仓，我今天买爆。林替我穿上了血嫁衣，嫁衣破的地方，林都亲自动手补好了。我捧着衣服看了半天，愣是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。顶级主夫啊！我喃喃道，又觉得不对，怎么忽然给我换衣服了？不是说要等玫瑰花开满山庄再举办婚礼吗？林正在帮我簪头发，头也不抬，说玫瑰花马上就要开满了。我操！大家切一下其他2个玩家的视角，他们在外面。快看，血衣身影出手了！不愧是这个副本最强的诡异。我就说未婚夫怎么不见了，原来在外面给自家媳妇报仇呢。未婚夫骨重新上市，欢迎选购。选购个屁！忘了他之前出卖大小姐的事了。我若有所思的眨了眨眼，忽然觉得外面有些太安静了，安静的只剩下脚步声。走2步，退1步，再走2步。你扭秧过呢？我简直要被磨蹭的没脾气了。还不进来！窗外江宇一身血衣，狂霸酷炫直拉满。你还怪我吗？我想了一下，反问他：那天是你通知的官府吗？江宇摇头，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怎么可能？我发誓，我出去后没有透露过玫瑰山庄的任何事。意料之中的回答。至于玫瑰山庄为什么会招来官府，只能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存在就有痕迹，覆灭只是早晚的问题。不过既然不是你告的密，那你为什么会怕我怪你？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因为我来晚了，所以错过了你。有人看过血衣狂魔的 CG 吗？他身上的血衣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阵法，他限制了自己，换取了恋人的复活。我的心重重地动了一下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拎起裙角，3步助跑，冲到了窗口，然后跳了下去。风声从我的耳旁呼啸而过，我跌入了一个冰凉的怀抱中。我抬起头，对江宇眨了眨眼。你看，这一次你来得很及时。玫瑰山庄那场迟来的婚礼终于开始了。不对，还差点什么。我转过身，对黯然神伤的林招了招手。还愣着做什么？一起啊！区区2根啊，不是，区区2个人。像我这种恋爱脑，完全可以一起拿下。直播屏幕滚动播放一则通知 ：S 级副本玫瑰山庄永久封闭。顿时哀号声响成一片。不是吧？我刚刚看完这个副本的直播，觉得我上我也行，凭什么？之前那么多副本被人通关，也没有封闭啊！是不是有黑幕？抗议！在一片抗议哀号声中，红衣帅哥的嗤笑声就显得格格不入，因此引来了众多人的瞩目。那个副本的诡异都被清空了，不封闭怎么办？让玩家进去自己吃自结。抗议声小了许多，但是还有少量玩家不服气。凭什么那个女人那么好运啊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白捡一个 S 级副本通关奖励。就是，我比那个女人漂亮多了。要是我拿到大小姐的身份卡，我肯定……你肯定会死。
这个副本是只为她存在的，除了她，任何人拿到大小姐的身份卡都会死，因为大小姐只有一个。